这打一个还是？说最狠的话，挨最痛的打。美奶妈上一秒说分分钟秒杀大熊猫，下一秒就被熊猫围攻撂倒，扯着嗓子喊救命。刚开始美奶妈在训斥一只大熊猫，却被第二只大熊猫从背后偷袭，抱着脚用力把美奶妈撂倒。第三只熊猫急速跑来帮忙，三只熊猫分工明确，头部、身子、脚都被熊猫们压得死死的。美奶妈试图想挣脱，奈何熊孩子们力气太大，使出洪荒之力也没能降过，只能扯着嗓子呼叫奶爸。奶爸赶过来，又担心又好笑，生怕美奶妈被熊孩子们抓伤，但看见美奶妈被3个熊孩子欺负，又忍不住想笑。另外一个奶爸也赶过来帮忙，尽管是3v3的场面，但熊孩子们目标统一，从美奶妈身上拉走一只，另一只又扑上去抱住美奶妈。这种作战方式整得奶爸也大汗淋漓，本来就束手无策之际，却又跑来一只熊猫，奶爸赶紧上去阻拦，随后又回头解救美奶妈。第4只熊孩子乘胜追击，美奶妈再度陷入僵局。好在美奶妈找机会站了起来，但2只熊孩子还是抱住她的左右腿。第3只熊孩子来了个猛熊冲击，一头撞在美奶妈身上，把美奶妈又给撂倒了。情急之下，奶爸赶紧拿来苹果给熊孩子们。果然一般熊猫都抵不住美食的诱惑，纷纷拿着苹果啃食起来。但还有一只倔强的熊猫宝宝，说什么都要抱美奶妈大腿。奶爸从后面拖着熊孩子的脚，而熊孩子又抱住美奶妈的脚，如同拔河一样。不过美奶妈还是有实力的，获得了最终的胜利。熊孩子见死不妙，赶紧溜之大吉。真香！她是史上最坑娃的妈妈。熊猫界流传一句话：成大带娃，活着就好。00后当妈妈到底有多不靠谱呢？奶妈过来要抱走宝宝，成大却护在怀里。你以为她是顾孩子吗？其实她只是想换盆奶，把孩子当作移动饭卡而已。一盆没喝够，再向奶妈要一盆。不得不说，成大是会做生意的，真是一举两得呀！有人帮忙带孩子，还能换吃的。吃饱喝足之后，来吧孩子，到妈妈怀里来，妈妈可爱你了。当孩子要喝奶的时候，哎呀，你们自己慢慢喝吧，我休息会儿就要去干饭了。小王，把竹笋交出来。成大为了一口吃的，竟然把孩子弄翻了过去，他却两眼不顾地吃着竹笋，结果孩子直接从篮筐里飞了出来。成大还抬了下腿，生怕压到自己，不过也偶尔会哄哄孩子，不然就成了有妈的孩子像根草了。但下一秒又发现带娃真的太累了，孩子一不小心翻下去，成大懒得调整，干脆就这样算了，正好可以轻松一下。睡觉的时候，成大把孩子放在肚皮上，自己呼呼大睡，孩子却像在蹦迪一样。成大很爱干净，但孩子却成了抹布。不得不说，国宝当抹布也太大材小用了吧。其实坑娃就坑娃吧，多少你也装得像妈妈一点呀。奶妈给你一个苹果，你就把2个孩子交给了奶妈，不当亲生了是吧？奶妈抱着孩子给你打招呼，你丫丫，儿子了。你倒好，嘴上顾不过来了，眼睛也瞅一下呀。看来有了吃的，不要孩子成了常态。奶妈不抱走，你却主动把它丢一边，最终奶妈看不下去了，只能把孩子慢慢勾出来。造孽！福宝从高空坠落，宋爷爷徒手去接，太惊险了。福宝独自在树上看风景，但距离地面将近10米，这样的高度对于人来说十分危险，而福宝却完全不当回事，东张西望地看着远处的风景，最后竟然开始犯困，真害怕他一不小心掉下来。这根树枝看上去也不是很结实，福宝少说也有几十斤，不知道能不能承受福宝的重量。宋爷爷也很担心福宝，故找来竹竿，用食物放在竹竿上引诱福宝下来。哪知福宝很调皮，吃了东西不听话，依旧待在上面。宋爷爷多次劝他下来，他却把竹竿当作游戏，伸手去抓那一刻，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而福宝却还在上面不断换姿势，还以为是在给你拍照呢。福宝，你快下来吧。最终在宋爷爷多次劝阻下，福宝终于妥协了。他开始慢慢下树，不知道是在上面待久了还是怎么的，福宝没有一步一步滑下树，而是直接抓住树枝，准备一落而下。但树枝太细了，咔嚓一声，树枝断了，福宝掉了下去。宋爷爷想用手去接，别说一只熊猫了，就算一个小孩子，徒手去接都很危险。
或许宋爷爷片刻之间只想到保护福宝，而却不顾及自己的安危。好在大熊猫都扛摔，福宝没有受伤，但此时最担心的还是宋爷爷。一来是他徒手去接，不知道有没有受伤；二来是他十分心疼福宝，看到孙女掉下来，自己还没接住，心里肯定十分难过。他摸着福宝，检查他有没有受伤，自己的伤势完全不顾，真是一位暖心的饲养员。福宝不知道修了多少福分，能同时受到宋爷爷和江爷爷的宠爱。只是福宝明年就回国了，不知道那个时候两位爷爷会哭成什么样子。花花生病了，荷叶的举动感动了无数网友。今天谭爷爷只叫荷叶，却没有叫花花。荷叶慢吞吞地从木架下来，看得出荷叶心情不好，不太想上班，因为姐姐生病了。但一大群粉丝都来了，即使看不到花花，也想看看男明星荷叶，故谭爷爷让荷叶今天独自出来营业。荷叶迈着有气无力的步伐，心情十分低落。虽然荷叶经常和姐姐嬉皮打闹，但在正事上面，荷叶却是顶梁柱。在花花需要他的时候，他会义不容辞地陪伴着姐姐，他们是懂得情感的。荷叶吃早餐的时候都是背对着游客，这忧伤的背影显得格外孤独。吃完早餐的荷叶躺在地上，无聊地扯着竹叶。他知道姐姐不在，自己必须承担起责任，于是他重新振作起来，准备给大家整活。只见荷叶双手一撑，两腿一蹬，站到了石墩上，随后慢慢转身去扯竹叶，坐在石墩上吧唧吧唧吃得可香了，忘记悲伤。姐姐也不希望他不开心，于是荷叶开始认真营业，不辜负众多游客的热情。他摆好姿势，让大家尽情拍照，惹得游客哈哈大笑。荷叶太可爱了，好样的，长大了绝对是个男子汉。旅日大熊猫太搞笑了，伸手叫奶妈拉一把，这是成精了吗？要说最假的大熊猫，我想它应该可以排上名了。奶妈抱着它却用力往下掉，最终奶妈扛不住了，熊猫趁机挣脱，然后一个熊打滚，直接撒腿就跑，准备往完坡下滚。奶妈一把抓住它拽了回来，它却奋力反抗，两个奶妈都没能制止它。在快要滑下去的一瞬间，奶妈一把抓住了它的腿，大熊猫就这样被悬在了半坡中。它抬头看了看，怎么没下去呢？回头叫奶妈撒手，随后蓄力一蹬，挣脱束缚滑了下去。好在下面也是草坪，大熊猫非常安全，但它意识到下面啥也没有，还不如上面好玩，于是琢磨着如何上去。由于坡太陡，所以沿着边缘找了一圈，看看有没有可以爬上去的地方。看见奶妈赶了过来，他这会儿知道要奶妈帮忙了，刚刚的调皮劲去哪了？不过他是真的聪明，知道站起来伸手叫奶妈拉一把，但坡有点高，奶妈有点拉不上他的手。经过一番调整后，奶妈站稳脚跟，大熊猫再次伸手去叫奶妈拉，这次终于拉到了，但这家伙太重了，奶妈都使出了吃奶的劲，好不容易把它拉上来，结果脚一滑，大熊猫掉下去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，好在大熊猫都扛摔。大熊猫再次发起求救，然后又滑了一次，失败乃成功之母。经过一波三折，大熊猫终于被拉了上来，它还调皮的和奶妈打闹，看来是平常太宠爱它了。被拉上来之后，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，极其嚣张，也特别可爱。你们喜欢它吗？